我承包了鱼塘3年，养了1池塘肥鱼，每年租金2万8，从没拖欠过。可这天村主任竟带着他小舅子来涨租金，还说我不同意就1条鱼都别想带走。平安，村里开会决定了，鱼塘明年的承包费涨到6万。主任，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每年2万8，还有1年才到期，你这说涨就涨，不合规矩吧？陈大哥，从法律上讲，租赁合同到期，出租方就有权重新定价，这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你如果无法接受新价格，可以选择不续约。但之前的合同条款写得很明白，合同到期后，鱼塘内的附属物归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你要是不续约，这满塘的鱼你1条也带不走。平安，你想想，你这塘鱼卖了，少说也有10几万吧？我们只要6万，你还净赚好几万，不少了。做人不能太毒，也得让村里沾点光，不是？好，我答应你。这就对了嘛。平安，你是个聪明人，我就知道你是个识大体的。这样，我给你3天时间准备钱，3天后带钱来村委签合同。行，我知道了。合作愉快。王支书，你们村后山那个废弃采石坑，1年5000租金对吧？平安，那破坑荒了7、8年了，你问这个干啥？我租了，现在就过去签合同。平安，你可想清楚了，那地方水深是够，但可不好养鱼啊。没事，我有办法。这本来也没人要，荒着也是荒着。你要是诚心要，我做主，1年给你算3000，不用降价，5000就是5000。但我只有一个条件，合同签3年，白纸黑字写死，这年内绝不涨租，谁违约赔偿金按10倍算。行，我这就让人拟合同。李叔，带上你的人，现在马上把活鱼运输车全开过来。平先，这还没到出鱼的时候啊，下个月才最肥，现在捞亏大了。等不到下个月了，今晚就干活，一根鱼苗都别留下。刘哥，把你站里最大高度的抽水泵全拉到我这儿来，3大带柴油发电机，天黑前必须装好。平摊，你那塘子几千方水，抽它干啥？费用可不强。钱我1分不少你的，马上发车，出事算我的。开机！姐夫，陈平安真能痛快掏6万？哼，他敢不掏？满塘肥鱼压着，卖血他也得把钱给我凑齐。这怎么回事？鱼呢？设备呢？陈平安，你个王八蛋，敢阴老子！你给我等着！卸车！赵狗蛋儿想断我的财路，门儿都没有。陈平安，你个王八羔子！谁给你的胆子动塘里的鱼？老子的设备呢？老子的几万斤肥鱼呢？你一晚上全给老子偷空了！赵主任，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什么叫你的鱼？鱼是我买的苗，饲料是我喂的，设备全是我自掏腰包买的。我搬走自己的东西叫偷？放屁！那塘是村集体的，长在塘里的东西就是村里的。你现在马上把鱼给我拉回去，原封不动的放回去。
不然我今天就报警抓你。报警？行啊，你报。警察来了，正好评评理，看看哪条法律规定租入不能提前搬家。陈哥，你这样做就不对了。我们昨天已经正式通知你涨租，你现在单方面清空鱼塘，连根电线都没留下，下一个承包的人怎么办？你这是恶意破坏村集体财产，最关键的是，你这种行为直接导致村集体明年的鱼塘无法正常发包，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的预期收益损失。从法律角度讲，你要承担完全赔偿责任，不仅要把鱼和设备还回去，还要赔偿我们6万块的租金损失。陈哥，我劝你别把事情做绝，真上了法庭，你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听见没？大学生懂法，你今天不把鱼和设备交出来，再赔6万块钱损失费，这事儿没完。跟我讲法律，跟我谈合同。来，大学生，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承包期满或提前终止，乙方需交代鱼塘主体、塘内养殖水产及乙方自行添置的机械设备，由乙方自行处置，不计入村集体资产。陈平汉，你别太嚣张，就算设备算你的，但鱼是吃着村里的水长大的，你连夜把鱼捞走，就是转移集体财产。根据法律规定，鱼依托鱼塘生存，属于不可分割的附属物。不可分割？老子抽干了水，鱼照样在我的车里蹦的，这叫不可分割？我每年花2万8买你们的水，鱼苗是我花钱买的，饲料是我一袋袋扛进去的。现在你跟我说鱼是村里的，大伙儿都来评评理。我陈平安承包村里的烂泥塘3年，每年2万8的租金，没拖欠过1天。现在塘子养肥了，赵主任带着他这个大学生小舅子上门，张嘴就要把租金讲到6万。6万，抢钱啊！那破泥塘以前荒了10多年都没人要，现在看人家挣钱了就眼红。都闭嘴！这是村委的决定，关你们屁事儿！赵主任，昨天在院子里你可是亲口跟我说的，不同意就把塘让出来，做人不能太毒，得让村里沾点光，这可是你的原话。既然你让我把塘让出来，那我就让个干干净。水我抽干了，设备我拆了，鱼我一条不剩全带走了。你那个烂泥塘我原封不动还给村里，我这叫绝对服从村里安排。陈平安，你这是恶意报复！你明知道村里指望着这鱼塘创收，你把水抽干，把设备全毁了，连根电线都没剩下，下一个承包户怎么接手？你这就是破坏村集体经济。人家平安自己花钱买的东西，凭啥留给下一个承包的？你这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就是大学生学法就是为了回来坑自己村里人，人家不干了，还要人家把鱼留下。赵狗蛋儿，你这村主任当的真够不要脸的！去年村里修路你就贪了不少，现在又来祸害平安，你真当村里人都是瞎子？你们这是法盲！姐夫，报警，让警察来抓他！他不提前30天通知就单方面搬走，就是违约！报啊！每年12月交下一年租金，现在才几月？是你姐夫昨天通知涨租，限3天交钱，要违约也是你们先违约，让警察来看看，到底是谁强买强卖，是谁想贪图别人的私人财产？陈平安，算你狠！你给我记住，你户口还在村里，以后有你求老子的时候。赵主任，你还是先操心操心你自己吧，那个烂泥塘你就留着自己下去洗澡吧。平安，今天这口恶气是出了，但赵狗蛋那孙子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他在村里横行霸道惯了，这回吃了这么大亏，肯定要在背后使绊子。李叔，既来之则安之，他想玩阴的，我陪他玩。他要是敢把手伸过来，我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那一家子没一个好东西。借他10个胆子他也不敢。法治社会有的是法子治的。平安，出事了！镇上7、8家饲料站全都不卖给咱们。怎么回事？钱没带够？根本不是钱的事儿。老张那家平时咱们1月拿几万块的货，从来没欠过账。今天我一去，他直接把我往外推，说没货。我眼瞅着库房里堆得满满当当的，他硬说全被人订了。再去李记、王胖子那几家，连门都不让我进，口径全一样，就是不卖。王胖子跟我私交不错，后头透了底，是赵狗蛋发了话，谁敢做咱们的生意，以后村里的补贴和项目全卡死。他们不敢得罪赵狗蛋啊！不仅是饲料，鱼药也没了。换了新水，虽然是活水，但也得撒药防应激反应。现在买不到药，万一爆了余温，这几万斤鱼全得死绝。平安，这可咋办啊？陈哥，听说你那边饲料断了，这做生意啊讲究个和气生财，你非要跟村里对着都没有，几万斤鱼饿肚子可不好听，何必硬撑呢？回来给我姐夫低头认个错，把那6万块钱补上，大家还是乡里乡亲。我姐夫一句话，饲料立马送上门。这帮畜生，这是要把咱们往死里逼啊！平安，怎么办？
要不我去临县买，可是路太远，运费高不说，时间也来不及啊。鱼要是饿2天掉秤，咱们这半年的辛苦全白费了。赵二狗，你回去问问你姐夫，他的脸是不是又痒了？欠抽！陈平安，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没一家店敢卖给你1粒料，你就等着你的鱼全死光吧！断我的功，就凭赵狗带那点芝麻绿豆大大的面子？死鸭死硬，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平安，你是不是早就想到他们会这么干？有办法了？李叔，他们想逼我们，无非就那几个办法。既然他们让我们买不到镇上的破饲料，那咱们就换点好的。这是。李叔，叫兄弟们卸货！省农科院的牌子，人家能卖给咱们这种小户？我直接给厂家拍了10万块定金，不仅买饲料，我还顺手拿下了他们在这个县的独家总代理。以后这牌子的饲料、鱼药，全县只有我这儿能出货，价格比镇上那些劣质货还要便宜30%。去给周边几个村的养殖大客户打个电话，就说我这儿有省里直供的好料，价格便宜，要货的自己开车来拉。平安，给我来50袋！我要100袋！老张那孙子昨天还给我涨价，我不伺候了。平安啊，之前那是误会，赵主任发了话，我们也是没办法。你看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昨天李叔去求你的时候，你连门都不让进，现在跑来谈交情。你们的货卖不出去，去找赵狗蛋呀，他不是能耐大吗？废物，全是一群废物！姐夫，他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卖饲料能赚几个钱，大头还在养鱼上。我研究过了，现在城里人流行吃生态鱼，咱们那个塘虽然设备被拆了，但正好搞原生态养殖。你能行？那塘子现在连个增氧机都没有。增氧机那是破坏自然规律，我从网上查了，只要放养比例合适，完全不需要设备。我这就去买鱼苗，3个月就能出来。走啊！来，省钱了，省钱了，便宜就行，全要了。哎。新时代大学生的生态养殖创业路。作孽呀！这怎么可能？网上不是这么说的。赵老板，这鱼全得病了，鳃都烂了，得赶紧撒药啊！老张，快给我拿特效鱼药！我这连进药的钱都拿不出来，哪有特效药给你？陈平安，卖我点鱼药。买药行啊，500块一包，概不赊账。500？你抢钱啊！这药才卖50，嫌贵，嫌贵去镇上买啊！我这是省里直供的特效药，就这个价，爱买不买。你这是敲诈！我要去工商局告你！慢走不送，回去晚了，你那塘里的鱼估计连做咸鱼都不够格了。赵狗蛋，滚出来！别躲在里面装死！杀千刀的赵二狗，那个烂泥塘里的死鱼水全溢出来了，顺着沟流进了村里的灌溉渠。我那3亩快收的白菜全被黑水泡烂了，今天不赔钱，老娘扒了你们家的皮！我家那片果园全浇了你们的臭水，果子全落了，连井水都喝出了一股死鱼味儿。赵狗蛋，你今天必须给个说法！
你们干什么？私闯民宅！信不信我马上报警抓你们？你报啊！警察来了，正好查查你挪用公款买鱼苗的事儿，查查你这几年贪的修路钱。少废话，赔钱！我家3亩地，1亩算5000，赔1.5万。我家2亩玉米也全毁了，赔1万。还有村集体的承包费，本来每年有2万8进账，年底大家还能分点油水，现在1分钱没有。你赵狗蛋必须把这钱补上。这事儿是赵二狗干的，你们找他要钱啊！你个混蛋！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畜生！谁让你往塘里倒发霉饲料的？现在水臭了，漫出去了，全村的庄稼都毁了，你让我怎么收场？姐夫，这怎么能全怪我？那塘底本来就是死水，是你非要我接手的。买鱼苗的钱还是你从村委账上挪的，要怪就怪陈平安，他把增养基全拆了，不然鱼能死吗？啊！你还敢顶嘴？长本事了啊！好好的鱼塘，每年2万8的承包你不挣，非要逼走人家，现在弄个废物来养鱼，鱼死光了不说，毒水把村里几百亩地的灌溉水全毁了，这笔账怎么算？兄弟们，这大半年的心血总算没白费。平安，省里几个大水产收购商主动打电话来了，说要包销咱们的鱼，价格比市面上高出2成。山泉水养出来的鱼没有泥腥味，肉质紧实，他们识货。咱们这回真发了，这半年的辛苦全赚回来了。平安，第一批3万斤装上车了。市区海悦大酒店老板催了3次，等着这批活水鱼开席。让兄弟们跟车，路上开稳点。今天这批货交了，每人发2000奖金。陈平安，你这买卖做挺大呀，几万斤鱼赚不少吧？路是公家的，你有什么资格设卡？陈平安，你少拿公家说事，这是村委连夜开会通过的关于保护本村水资源及道路维护的暂行规定。你那后山采石坑的水属于村集体地下水系，你用村里的水养鱼运出去卖钱，必须交资源补偿费和道路磨损费。多少钱？一车5万，交了钱立马放行，不交钱，这车今天就别想从这里开上去一步。我弄死你们这帮畜生！李叔，退后！陈平安，你不是很狂吗？你不是能耐大吗？今天老子就把话撂这儿，不交钱，你这几车鱼就全给我烂在路上。等到中午太阳一出来，我看这几万死鱼能卖给谁？这是敲诈勒索！哈哈哈哈！随便拍，我是村主任，这是村里集体的决定，你就算告到天王老子那儿也没用。你好，我要实名举报青柳镇青柳村村主任赵狗蛋纠集社会闲散人员在省道连接线上私设关卡，敲诈勒索企业15万元过路费，对方带有凶器，严重阻碍正常生产经营。市里的举报电话？陈平安，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市里离这80公里，你指望他们现在飞过来救你？走四，给我砸！先把那几辆车的轮胎给我放了气！你们是什么人？你算哪根葱？跑我们青柳村来多管闲事儿？过路的是吧？看清楚牌子，村委设卡，外来车辆过路交200块钱养路费，不交钱赶紧滚蛋！谁给你们的权利在这里设卡收费？村委设卡呀，没看见牌子？国家明令禁止。我们这是基层自治，有村委的红头文件。你一个外地人懂什么基层情况？再敢在这里闹事儿，连你们的车一起扣了。我今天倒要看看谁给你们这么大的胆子！通知青柳镇派出所和县政府，10分钟内，一把手全部给我滚到黄树岔口来！装，你接着装，还一把手？你以为你是市委书记啊？老四，把他们手机给我砸了！今天谁也别想走！赵狗蛋儿，你动他们一下试试！镇长，您怎么亲自来了？
闭上你的狗嘴！你个不长眼的东西，你想害死所有人吗？周书记，您怎么亲自下来了？我们工作没做好，让您见笑了。刘副县长，这就是你们县的营商环境，这就是你们扶持企业的态度。光天化日之下，村干部带着社会人员拦路设卡，15万的过路费，简直是骇人听闻。周书记，这是我们的严重失职，还愣抓什么？那个设卡的拖拉机，马上给我推沟里去！刘县长、镇长，我冤枉啊！我是为了村集体创收啊！我是按规矩办事给的，规矩办事的。规矩？你的规矩大过国法？周书记，我们有村委的文件，我们是合法的。伪造公文、滥用职权、强行索要财物，你是大学生，你的法律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把他也带走，严查到底。你就是陈平安？周书记，是我。刚才我听见你打电话报警了，临危不乱，有勇有谋。我看了你那个后山渔场的情况，把一个废弃采石坑盘活，搞生态活水养殖，这是真正的实干家。这样的优质农业创业项目，你们县里不扶持，难道要等着被这些基层蛀虫逼死吗？周书记，您放心，我们县里马上成立专办。陈平安同志的渔场今天起正式挂牌为县级重点扶持农业项目，税收减免、水电补贴、道路硬化，全部按最高标准落实，绝不能让干实事的人寒了心。多谢周书记，多谢刘县长。好好干，党委政府是你们的后盾，谁敢再伸黑手，直接给我打电话。稳了，这趟活顺风顺水。陈老板，你这鱼太棒了，肉质鲜美，毫无泥腥味儿。我要跟你签全年的独家供应合同。平安，镇上饲料店的老张来了，带了2条好烟，在外面站了半个小时了。让他进来吧。平安啊，大忙人，现在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张老板，有事直说，外面还有好几个老板等着装车。平安，之前的事儿是我猪油蒙了心，赵狗蛋那个老东西拿村里的项目压我这也是没办法呀。你看你现在手里握着省里饲料的独家代理权，我那店里现在连1袋好料都进不到，生意快黄了。你能不能大人不计小人过，批点货给我，价格你说了算。张老板，做生意讲究个诚信，我陈平安落难的时候，你连门都不让我进，现在看我赚钱了，跑来倒跟我谈交情。平安，我真的知道错了，你给我条活路吧。我的货全县统一调配，不走你那种见风使舵的代理，门在那边，慢走不送。平安，镇上刚传来的消息，赵狗蛋昨天被放出来了，取保候审。听说他老婆跟他离了婚，房子也被查封了。李叔，通知安保队，把后山的红外监控全打开。你是说，赵狗蛋既然想玩命，那我就彻底断了他的生路。平安，这都连续熬了3个晚上了，那老狐狸是不是不敢来了？他会来的，他现在背着几10万的债，老婆跑了，房子封了，换作是你，你能咽下这口气？那可是犯法的事儿啊！他要是懂法，能落到今天这步地地。来了，后山配电坊那边。就是这里了，希望别出岔子。李叔，报警，让兄弟们带上家伙，跟我走。都小心点。陈平安，你个混蛋，老子让你赚，老子今天让你血本无归，老子当不成主任，你也别想当老板。
赵主任，大半夜跑我这儿来浇花啊？陈平安，你敢阴我，老子今天就在这儿跟你同归于尽，谁也别想好过！你敢点，我今天先劈了你！赵狗蛋，你按下去试试。退后，都给老子退后！你再往前走一步，大家一起死！点啊，你按下去试试。你按下去破坏生产经营罪，加上你之前的敲诈勒索、挪用公款数罪并罚，你这辈子都别想从里面出来。你少拿法律吓唬我！房子被法院封条，村里人天天戳我的脊梁骨，我还有什么怕的？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怪谁？是你自己贪得无厌，是你自己把路走绝了。你闭嘴！就是你抢了我的财路，要不是你，我能赔那么多钱吗？你以为烧了我的设备，你就能翻盘？你以为这样就能解恨？你报警了！你个王八蛋，你敢报警？我不光报警了，我还把监控录像同步传到了云端。你刚才捡铁丝网、倒汽油、拿打火机威胁我的每一句话，全都录得清清楚楚。我跟你拼了！你们敢动我？老实点，按住他，别让他动！老王八蛋，还想放火？我让你放！放开我，陈平安！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做鬼？你还是先在牢里把人做明白吧。警察同志，他涉嫌破坏生产经营罪，监控全拍下来了，现场还有汽油和打火机。老实点！赵狗蛋因方诈勒索罪、挪用公款罪、破坏生产经节罪数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赵二狗作为从犯，加上伪造公文，判了2年0 6个月。活该！这种祸害早就该关进去了，老天有眼！把咱们的庄稼全毁了，就该让他继续踩缝儿戏。今年这鱼啊，个头都顶呱呱的。妈，这筐32斤，记上。王大爷，平安，这是大家伙凑的钱，我们商量过了，光给你打工不行，我们想跟着你一起干。你脑子活，技术好，我们把家里的积蓄全拿出来了，你带带我们吧。行，今天这事儿我应下了。平安，真没想到咱们能有今天。李叔，好日子还在后头呢。王大爷，今年分红12万。好！李婶儿，15万。平安，你是咱们全村的大恩人呐！别说这话，钱是大家伙用双手挣出来的，只要肯干，只要走正道，咱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红火。平安，别忙活了，你婶子介绍的那个姑娘沈清，人家今天回村了，就在村委等你呢。李叔，合作社明天还有10几车货要发，我哪有空相亲？少废话，人家是县一中的老师，听说你带村里人致富，非要见见你，赶紧去，别让人家姑娘干等。陈老板，久仰大名。沈老师，说笑了，我就是个养鱼的。养鱼能养出全省第1村，这可不是一般人。我爸天天在家念叨你，让我多跟你学学。
不知道陈老板肯不肯收个徒弟？学养鱼，你一个教书的，不怕沾一身鱼腥味？我不怕鱼腥味，就怕陈老板嫌弃我笨，不肯教。只要你肯学，教多久都行。陈老板，那咱们可说定了，这周末我就来后山报道，你可不许藏私。周末合作社出货最忙，你穿这身白衬衫来，回头弄脏了还得让我赔。少看不起人！我这就回去买2套水鞋和干活的衣服。明天早上8点，后山见。咋样？这姑娘水灵吧？我就说你们俩准成。李叔，人家是来学技术的，你别瞎掺和。学什么技术？啥好姑娘大周末的不逛街，跑来闻鱼腥味儿？人家那是奔着你这个人来的。3500、7200、14800。陈平安，你这出货单怎么又填漏了？跟你说多少次了，省里的单子要单独归档。这不是忙忘了吗？多亏有沈老师把关，不然我这合作社早乱套了。光嘴上说有什么用？我这大半年给你白打工，工资怎么算？合作社的钱全在你那张卡里，你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少来这套，谁稀罕你的钱？不稀罕钱，那稀罕我这个人。陈平安，你越来越没正经了。哥俩好啊，五魁首啊！叔婶儿，这杯我敬您2位，祝你2老身体硬朗，福如东海。陈平安，鱼你算是养明白了，以后这家里你打算怎么养我？合作社归你管，钱归你管，我这个人也归你管。管一辈子？管一辈子。这可是你说的，不许反悔。绝不反悔。